无名小卒还是名扬天下，这短短的几个字便将赛博朋克的世界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在3年前，一款名为《赛博朋克2077》的游戏，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火出了圈。或许是玩家们对它的期待值过高，导致这款游戏发售以后，并没有达到玩家们的预期。好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经过制作组 CDPR 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才将游戏的口碑逐渐逆转。随着它的衍生动漫《赛博朋克：边缘行者》的发布，游戏迎来了疯狂暴涨的热度，甚至一度超过了当初游戏刚发售时的盛况。之后发售的资料片《往日之影》更是将人物塑造、剧情演出以及气氛渲染做到了极致。而当CDPR 把千丝狐牛牛作为一名一体医生放进游戏中的那一刻，他们不仅温暖了玩家，也成为了真正的英雄。狂魔在去年曾讲述过游戏本体的剧情，那么今天狂魔就借这个机会补完这款让玩家们真正感受到赛博世界的神作《赛博朋克2077：往日之影》。故事开始前，咱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游戏本体的故事和背景设定。在未来的2077年，人们都在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这也促使各种高科技公司逐渐掌控了人们的生活。但看似繁荣的背后，贫富差距也被拉到了空前的程度。大企业的员工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可私底下却为了少得可怜的晋升通道勾心斗角。而那些被机器人抢了工作的穷人，就只能在超梦里终日感受真实感爆棚的虚幻体验。当然，超梦里的你再强大也是假的，所以社会底层的穷人们同时也痴迷上了对身体的改造。可一体带来的力量也催生出了更多的暴力，各式各样的街头帮派占据了城市的每一处角落。而本作的主角威便是从小混迹在夜之城的街头小子，因为一次向有钱人借跑车的差事，威意外结识了自己一辈子的好兄弟杰克。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威和杰克逐渐混得小有名气。作为一个向往成为一方大佬的街头小子，威在无名小卒和名扬天下之间选择了后者。于是他们在中间人德克斯特委托下，混进了干密大厦顶层的一间套房内，准备偷取一枚荒坂公司的实验性生物芯片。而这里正是巨型企业荒坂公司太子所住的房间。本以为干完这一票就能飞黄腾达，但结果却成了噩梦的开始。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场太子篡位的戏码。在逃离的路上，杰克身负重伤，他将拿命换来的生物芯片插进了威的脑机接口。这一刻，杰克成为了夜之城的传奇。可在威回去交差的时候，中间人却因为事情闹得太大，从而杀死了威。但生物芯片不仅让威死而复生，还让他脑子里多了一个传奇人物强尼银手。至此，威成为了夜之城的火眼网。火眼网能够强到什么地步？大卫在玩命的情况下，以生命为代价使用的斯安威斯坦，到了威的手里，那就是没事开着赶路的工具而已。可以这么说，打上模组的威，只要自己乐意，他可以把整个夜之城的一体都装自己身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威和强尼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可这并不是没有任何副作用，强尼的意识会逐渐取代威的意识，而想要活着就得付出代价。之后威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抹去自己意识中的强尼。他在太平洲巫毒帮的协助下，与赛博空间的黑墙接触，从而见到了黑墙外面的意识体奥特。在奥特口中得知，荒坂公司一台叫神鱼的机器能够把强尼从威的体内分离出来，但想要使用神鱼，那就必须寻求荒坂公司的帮助，甚至还得为公司卖命。就在威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叫百灵鸟的女人带来了另一种可以救威的方法，而往日之影的故事也就此展开。根据百灵鸟所说，如果威想活命，那就得先前往夜之城的外围城狗镇。相比于夜之城这样的繁华都市，狗镇里的高楼大厦则被战争后的残垣断壁所取代。这个三不管地带被一个极端军阀汉森所掌控，狗镇里充满了暴力和凶险。尽管威并不是很相信百灵鸟这个陌生人，但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往了夜之城与狗镇的边境。当威来到边境的正门后，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冲击，就连强尼也显得痛苦不堪。原来是百灵鸟的意识体强行进入了威的生物芯片中，但他和强尼同时出现，会导致威随时可能休克，所以百灵鸟只能暂时把强尼踢出了群聊。缓过来的威这才能够与百灵鸟进行有效沟通。而百灵鸟也并不是什么意识体，他是一名网络黑客，此时正和新美国总统迈尔斯一同坐在空天1号飞机上，但他们的飞机却被黑了，很快就会在狗镇紧急迫降。由于通讯被屏蔽，他只能通过黑墙绕过通讯干扰，以寻求外界帮助。而威之前接触过黑墙，这才让百灵鸟能够找上威。威现在要做的就是前往狗镇，赶在幕后黑手之前救走美国总统。而导致飞机被黑的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狗镇的极端军阀汉森。作为回报，百灵鸟承诺会在事后将威彻底治好。事实证明，百灵鸟找上威震天确实是明智之举。由于通往狗镇的边界戒备森严，威只能从正门悄悄溜进去。为了尽可能的保持低调，威震天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他是如何大摇大摆通过边界的。就这样，威震天这个杀神降临在了狗镇。映入眼帘的是2077年风景如画的华强北。感觉到生命有一丝希望的威，在百灵鸟的指引下，来到了建筑工地的高处，很快便看见了即将迫降的空天1号。但下一刻，空天1号就被一枚地对空导弹击中，硬是从迫降变成了坠毁，而坠毁的方向恰好就是威所在的建筑工地。感受了一下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威，还没来得及担心，便收到了百灵鸟和总统安全坠毁的消息。一路上都是极端军阀汉森手下的士兵，威只能开启斯安威斯坦，想办法从这里绕过去。见坠毁地点在高处，威利用强大的翼体左脚踩右脚，轻松就越过了障碍物。都2077年了，跳得高一点，想必也是非常合理。威也终于赶在所有人之前来到了飞机残骸内部，但新美国总统迈尔斯却错把威当成了敌人，竟然试图偷袭震天。好在凭借过人的翼体，威直接反手制服了试图反抗的总统。在知晓了威大名鼎鼎的名号以后，总统放下了防备。可奇怪的是，百灵鸟却不见了踪影。
威只能带上总统，向着安全的地方赶去。随后，百灵鸟也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因为害怕暴露位置，所以暂时无法与之会合。路上，二人不慎被汉森的手下包围。就在威准备大杀四方的时候，百灵鸟为了帮忙，启动了军用科技的战斗机型奇美拉。奇美拉强大的火力，顷刻间便将所有敌人全部抹杀。但奇美拉却因为强大过头，导致脱离了百灵鸟的控制，从而彻底暴走，立即对二人发动了攻击。本想迅速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但奇美拉却在身后穷追不舍。饶是以好脾气著称的威，也彻底忍不下去了。威再次施展身法，在高空手持双管霰弹枪，不断扣动手中的扳机。恐怖的火力让奇美拉瞬间化为了废铁。处理完碍事的奇美拉后，百灵鸟似乎因为过载暂时失去了联系，这也使得被踢出群聊的强尼终于能够再次强势上线。于是威和总统只能先一步前往了之前约定好的废弃公寓楼，他们也暂时有了一处能够休息的地方。可没过多久，就有2个迷路的小混混闯进了废弃公寓。此时狗镇的人都在寻找这位美国总统，本来威想跟他们好好聊聊，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竟然认出了总统的身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威只能含泪打发走了这2个混混。二人也终于能够在这里等待百灵鸟前来会合。可经过1夜的等待，百灵鸟却迟迟未能出现。总统无奈之下，只能想办法先离开狗镇再说。可在极端军阀汉森的封锁下，想要离开狗镇又谈何容易？不过好歹是个总统，他想到了自己安插在夜之城的情报负责人所罗门·里德。作为特工的里德，从7年前开始都一直是潜伏状态，现在也是时候利用起来了。由于总统不方便露面，这个艰巨的任务又再次落到了威的头上。总统交给了威1枚纪念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本来威还想配合总统宣个誓，但看到一旁强尼幽怨的眼神，宣誓宣到一半的威还是放下了手。之后没见过世面的威，在强尼手把手的教导下，使用了一台20世纪的座机电话，与特工里德取得了联系。不得不说，里德身为特工非常的谨慎，再三确认好威的身份以后，才与他在约定好的车里碰面。新美国总统的飞机坠毁在狗镇，早已闹得人尽皆知。里德也早就猜到威找自己的目的，二人也没有多做废话，径直回到了废弃公寓。但里德与总统见面后，却陷入了尴尬的局面。原来7年前，里德曾受新美国之命，前往夜之城刺杀欢满公司的某位高层，可中途新美国却畏惧了欢满公司的实力，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但里德也已完成了刺杀任务。为了实现极端和平，新美国毫不犹豫地将里德出卖。好在里德福大命大，只是身中3枪，在 ICU 里躺了短短小半年时间。新美国见里德如此好用，于是便让他继续潜伏在夜之城等死。在7年的时间里，里德做起了一名夜店保安，而如今到了物尽其用的时候，总统又再一次想起了这个冤种。多年的潜伏并没有让里德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对国家的忠诚依旧坚定不移，并且百灵鸟还是里德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所以里德还是选择了再一次跳进火坑。根据总统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百灵鸟，而威同样需要找到百灵鸟才有活命的机会。他也和里德至此达成了共识。之后，里德便利用自己的人脉，将总统送回华盛顿。经过威2天半的等待，里德将总统安全送走，并再次与威取得联系。为了确保寻找百灵鸟的任务万无一失，他们相约在天鹅酒吧，准备叫上另一名潜伏在狗镇7年的特工亚历克斯。就在威前往酒吧后，里德这才说出了原来7年前新美国不仅把他丢在狗镇，还说他已经投降荒坂，而一直被困在狗镇的亚历克斯肯定会觉得是里德出卖了他。果不其然，眼前的酒保就是亚历克斯。他在见到里德的第一时间就想要一枪崩了这个消失7年的老上司，但多年的感情还是让他下不去手。随着亚历克斯脸上一阵翻涌，他的外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亚历克斯这种能够易容的仿新拟态技术，肯定会对寻找百灵鸟有很大的帮助。在得知了当初里德是被新美国出卖，如今又再一次被总统拉出来卖命，冷静下来的亚历克斯也开出了帮忙的条件，那就是事成之后，他要前往一处民风淳朴的地方，当一位退休老干部。威想也没想就替总统答应了这个条件，反正不是自己掏钱。有了足够的帮手，威和里德也在亚历克斯的提议下，准备前去寻找一个叫华条的黑客。既然都是黑客，想必华条肯定有找出百灵鸟的手段。当威来到华条的藏身点后，却被其手下拦在了门外。不想惹事的威，凭借斯安威斯坦，很快就安抚好了这些手下的情绪。看到这一幕的华条表示热烈欢迎，哪怕是豁出性命，他也要帮威震天这个忙。华条当即与威的生物芯片进行连接，以搜寻百灵鸟的踪迹。但华条却发现了百灵鸟竟然是通过黑墙的协议与威进行联系，而黑墙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保护着人类的文明世界，不被外界那些进化到另一种层次的强大 AI 所攻击。只要试图破坏或者穿过黑墙，那么这人将会必死无疑。而百灵鸟就不一样了，它是直接利用起了黑墙外的 AI。现在的百灵鸟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黑墙就会被炸出缺口。届时黑墙外的所有 AI 将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将全世界所有使用网络的人全部屠戮殆尽。深知其中危险的华条不敢再继续染指黑墙，好在经过里德一番耐心劝解，华条只能强行通过黑墙联系上了百灵鸟。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威也终于再次见到了百灵鸟。原来百灵鸟已经被极端军阀汉森抓住，而不久后汉森将会在宝石星酒店举办宴会，只要威能够进去就能见到他。在断开连接后，华条因为承受不住那可怕的负载，最终没能挺过来。看来里德一开始都没打算让华条活下去，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混进宝石星酒店。宝石星作为汉森在狗镇中心的堡垒，想必一定戒备森严。对于威来说，光明正大走进去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碍于百灵鸟还在汉森手里，威只能求助起了一个老熟人汉兹先生。不过求汉兹这样的中间人办事，肯定也要帮他完成几件差事。论办事效率，夜之城威敢说第一，那么其他人连排名的资格都没有。做完差事的威也第一次见到了汉兹先生本人。原来极端军阀汉森因为势力过于庞大，导致汉兹的中间人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而威帮汉兹做的那些差事，则改变了中间人汉兹与军阀汉森之间的局势。再加上威与汉森作对，汉兹先生自然乐意坐享其成。作为回报，汉兹先生给了威宝石星酒店的情报和设计图。即将动身之前，李德向威说起了当初新美国不仅出卖了自己，还威胁百灵鸟让他为李德指路，从而将李德引进了陷阱。成年人的游戏就要像
像成年人一样面对后果。侥幸捡回一命的李德并没有怨恨百灵鸟，毕竟百灵鸟是被新美国总统胁迫的。经过李德这段时间的调查，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总统明明可以抛弃百灵鸟，却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救他。原因就是百灵鸟利用黑墙，全都经过了新美国总统迈尔斯的授权。这种突破黑墙、威胁全人类安全的行为，一旦被曝光，那么迈尔斯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时间很快来到了举办宴会的日子，威根据汉兹先生提供的酒店设计图，从下方的隧道一路游进了酒店内部，还顺带为李德解决了拦路的守卫。二人会合以后，穿戴好一身帅气的西装，像没事人一样大摇大摆走进了宴会。不得不说，汉森举办的宴会可谓是美轮美奂，各种业界名流、职场大亨全都汇集到了酒店之内。这种奢靡的场景，简直就是达官贵人花天酒地的销金窟。威很快便在宴会发现了百灵鸟，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百灵鸟本人。与意识体不同，百灵鸟身上布满了异体，搭配上华丽的礼服，让百灵鸟有着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当然，百灵鸟可不喜欢如今这副模样，全身异体代表了这就是利用黑墙的代价。威本想就这样带着百灵鸟离开，但百灵鸟却说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和威一样，威在生物芯片的作用下命不久矣。百灵鸟同样也因为黑墙时日无多，而汉森手里恰好就有救他们的解药。没等百灵鸟多做解释，这个极端军阀汉森就走了过来，简单寒暄两句后，便搂着百灵鸟离开了。好在经过接触，百灵鸟可以再次与威建立联系。经过他的解释，原来汉森搞到了一种名为神经矩阵的秘密技术，这种技术能够整合并利用黑墙外特定条件下的强大 AI， 只要能够得到神经矩阵，就能治好威和百灵鸟。但想要使用这种技术，就得知道访问密码。恰好一对双胞胎兄妹手里就有密码，汉森也准备和兄妹二人进行交易。这时大厅内响起了悠扬的歌声，随之而来就是舞台上那惊艳全场的演出效果。看完这一段演出，饶世威也不禁感叹，还是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会玩。但李德却没有心情看热闹，他觉得空天1号在狗真坠毁，汉森又正好发现了能够治疗威和百灵鸟的解药，这一切都说明了有人在幕后推波助澜，用脚想都能猜出幕后指使正是百灵鸟。他早已串通好了掌管狗镇的军阀汉森，想要拿总统的命来换取挽救自己的技术。因为总统让百灵鸟一次次利用黑墙，导致他早晚都得死，所以这才逼得他精心安排了这场大戏。而他找上同病相怜的威，也是给自己上了一副额外的保险，既能在陷害总统那边撇清干系，又能确保万一计划落空，为了保命的威也势必会帮忙拿到神经矩阵。无论怎么样，还是得先帮百灵鸟搞到神经矩阵。于是李德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之前亚历克斯能够易容的仿新拟态技术，假扮掌握密码的双胞胎兄妹前去和汉森交易。恰好这对兄妹就在宴会上，他们也有了足够的机会扫描对方的特征和信息。见兄妹二人在玩轮盘赌，威立即带上巨额赌注上前套近乎。果不其然，威独特的气质很快就吸引了妹妹的注意，他忍不住上前挑逗起了威。豪气的威大手一挥，表示梭哈就是一种智慧。一旁的双胞胎兄妹没能经受威的蛊惑，差点把裤衩子都输光了。威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成功采集到了兄妹的特征。不过这边的动静也引起了军阀汉森的注意，恰好此时李德也联系不上，想必是汉森动了手脚。他威胁威不要多管闲事。听到威胁的威当时害怕极了，立马来到宴会楼下，准备带上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李德离开。临走前，好心的威还不忘替汉森辞退了楼下所有的士兵，为汉森节约了大笔的工资。毕竟做好事不留名。威震天逃走以后，便开始着手顶替双胞胎兄妹的行动。为了入侵兄妹租的跑车，威前去定位站获取了跑车的位置，还顺带又做了一件好人好事。我你妈没看完呢！哇，刚好到了攒劲儿的地方，你听你妈的天哪！行动前，百灵鸟再次约见了威，他带着威来到自己以前经常放松的地方，可终究还是得回归现实。百灵鸟向威坦白了事情，就像李德部分猜想的那样，百灵鸟确实碍于总统的命令，不断通过黑墙为新美国获取情报，结果导致自己被黑墙反噬。他与军阀汉森合作，不只是为了保命，也是为了获得自己向往的自由。可汉森却动了杀心，本来商量好的迫降也就变成了坠毁。如今面对乱套的局面，百灵鸟已经没有了任何办法。对新美国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件武器而已，只要回去早晚都得死。百灵鸟只能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威的身上，所以他希望威能够在拿到神经矩阵的时候，趁李德和亚历克斯对付汉森，带上他一起远走高飞。只要能够逃到城外，他就能联系一家黑诊所的异体医生，利用神经矩阵创造出治疗他们的解药，同是天涯沦落人。威还是选择了相信这个漂亮女人，但李德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自然清楚百灵鸟回去也是死，念在多年的师徒情谊，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帮百灵鸟一把，但又不能明摆着违背新美国，所以他决定让威在拿到神经矩阵的时候，用破冰程序让百灵鸟陷入昏迷，先把百灵鸟带回新美国。他会想办法保住百灵鸟的性命，并安排欧洲最好的医院来治疗二人。李德这个想法很巧妙，既不得罪自己的祖国，又能保住徒弟的性命。可他自己都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棋子，又怎么能说动为了政权不择手段的总统迈尔斯？此时的威心中也有了答案。他先是在一体医生的手术下安装好了仿新拟态一体，并提前躲进了双胞胎兄妹的跑车后备箱。毫无防备的兄妹二人上车后，威立即接管了车辆的控制权。原本一脸傲气的兄妹瞬间慌得不行，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带进了车库之中。李德和亚历克斯也表现出了身为特工的杀伐果断，但这个举动却让威有些反感。好歹把妹妹留下也行呀。没有时间争论，在获取到了密码后，威利用仿新拟态
态变成了哥哥的模样，亚历克斯则变成了妹妹。无论是行为特征还是说话方式，都和目标一模一样。带着用于交易的密码，威和亚历克斯经过层层的盘查，终于见到了汉森。见下方的百灵鸟正在拆除装置，所以汉森准备和二人聊一聊。与其说是聊天，还不如说是盘查。但凡回答与兄妹的信息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凭借威震天临危不乱的镇定，就算答错，他也能够自然的圆回来。而百灵鸟也很快完成了拆除，于是威与他一同前去输入密码，而亚历克斯则留在汉森的身边。一旦动手，亚历克斯随时可以处理汉森。威在百灵鸟本人和其意识体的注视下，来到了装有神经矩阵的主机面前。经过深思熟虑，威还是选择了帮助百灵鸟逃走。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被蒙在鼓里的亚历克斯收到威的信号那一刻，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秒捅了汉森28刀。百灵鸟再次利用黑墙黑掉了整个设施内部。被锁在其中的亚历克斯也明白了威想要带着百灵鸟逃跑。对于威来说，黑不黑都一样。在自己修炼到大成的斯安威斯坦面前，他完全可以把几十颗手雷全都塞进敌人嘴里，然后站在远处静静观赏爆炸的艺术。二人顺利的通过下水道逃了出来，李德也再次联系上了威，斥责起了威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之后，威和百灵鸟一同前往黑诊所，可百灵鸟却说道，那个所谓的黑诊所其实是在月球上，并且只能救一个人，但只要能够试药成功，他就能带着研制好的解药再次联系威。见百灵鸟因为过度利用黑墙，身体即将崩溃，威也没有多想，立即亲自驾驶汽车，向着通往月球的航天港疾驰而去。来到航天港，威先一步独自混进了航站楼，然后在外围利用消防水管将百灵鸟拉了上来。本以为可以就这样离开，但美国总统迈尔斯却带着李德还有手下的大批人马，一时闯进了航天港，这个属于中立的国际领土。为了找到百灵鸟，总统迈尔斯对李德下了死命令，哪怕是杀掉百灵鸟也在所不惜。而李德最终还是无法抗拒上级的命令。逃跑的路上，航天港的守卫与总统的手下战成了一团。威毫不犹豫的再次施展身法，从高处将两方势力屠戮殆尽。可敌人派遣了无法破坏的增援直升机，面对这种局面，百灵鸟只能再次穿过黑墙寻求力量，而威也帮助他分担来自黑墙的压力。接下来就是威短暂拥有了能够抬手间湮灭一切的力量。他们也终于搭上了通往发射台的列车，看着窗外的大雨滂沱，百灵鸟终于说出了实情，他还是骗了威，因为神经矩阵只能用一次。威被这个女人骗得很彻底。事已至此，百灵鸟也和威一样，一路上最大的目标就是活下去。或许是相同的遭遇让威产生了共情，威没有选择为了报复百灵鸟把它交给李德，而是选择一条路走到黑，准备像大卫送露西一样将百灵鸟送到月球之上。可就在即将登上航天飞机的时候，李德却拦在了威的面前。但凡威多走一步，这个愚忠的特工都会毫不留情的射杀威。尽管威还是比较喜欢李德，但为了救百灵鸟，他不得不扣动了手中的扳机。就这样，威再次抱起了百灵鸟，跨过了李德的尸体，将他送到了航天飞机之上。而威则与强尼就那样静静的看着坐上宇宙飞船的百灵鸟向着自己新的生活飞去。为了活命，威也将重新考虑荒蛮的神谕。至于未来，他将直面亚当重锤，为大卫报仇雪恨。当然 DLC 中还有其他不同的结局，这一点就需要玩家们自行体会了。如果各位观众想看威震天是如何手撕亚当重锤的，可以在本期视频的合集里面找到狂魔讲述的赛博朋克2077本体的剧情。也希望各位观众临走前能够留下一个点赞，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